2025年5月1日，美国国会山庄的一场 UAP 不明空中现象简报会上，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的 UFO 议题，竟在当天掀起前所未有的高潮。一位参与过五角大厦最高机密计划的资深物理学家艾瑞克·戴维斯博士，当着国会议员的面侃侃而谈，声称他所知的外星生命不止一种，而是4个截然不同的种族：灰皮肤的大眼灰人，金发碧眼如北欧仙子的北欧人，高瘦多汁宛如巨螳螂的螳螂人，也称昆虫人，以及传说中能变形的爬行类人蜥蜴人。这些名称从他口中一一列出时，简报会现场空气瞬间凝固。这并非科幻影展，而是美国国会正式会议上的对话。听证桌旁的议员们一时无语，这可是迄今为止最劲爆的 UAP 会议内容，一件仿佛只存在于阴谋论与电影情节中的秘密，就这样大喇喇曝光在聚光灯下。戴维斯博士是何许人也？他的身份让这番话更显得不同寻常。戴维斯并非无名之辈，他数十年来拥有顶级的安全许可，曾为美国国防部研究先进推进技术，参与过一些连官方都不愿提及名称的黑计划。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如今走进国会会议室，语调平静地描述起非人类智慧生命的分类，仿佛在讲解飞机机型一般。或许正因为他过去的履历过于权威，现场人才会屏息凝神，意识到也许这并非戏言。当天与他同席的密苏里州众议员艾瑞克·伯利森事后坦诚自己当下内心极为震惊。他在会后接受 Podcast 无尽虚空的访谈时说道，我过去确实在私下会议中听人提过这4种分类，但我没想到居然会有人在公开简报中把它们讲出来。我更没料到那人会是戴维斯，一位广受敬重的科学家，如此直接地脱口而出。伯利森的语气中透出难以置信，仿佛看见多年深藏的禁忌话题被骤然暴晒在日光下。这位议员随后补充说明了当天情境的一些细节。戴维斯博士发言时并非在宣誓作证，也就是说，并不处于法定必须完全坦白的证人席，那场简报会属于国会的内部会议性质。然而即便如此，戴维斯的话分量依然极重。伯利森指出，戴维斯的说法可能来自他亲眼见过的内幕，也可能仅属于道听途说的第二手资讯，他并不确定其中细节真伪。但正如他所言，如果这是真的，那将是颠覆我们世界观的时刻。如果真有此事，政府绝没有权利对公众隐瞒这种秘密。这番话透露出他一方面对消息来源持保留态度，另一方面也认为事关重大，不容草率带过。伯利森也清楚意识到，公开谈论外星智慧生命的存在，难免会引来一些人的质疑甚至嘲笑。有些人会觉得我们疯了，他坦言道。然而，他随即为持续调查辩护，强调纳税人的金钱资助了五角大厦、情报机构和能源部门中那些研究 UAP 的计划。我有义务替美国人民查明真相。国会议员的这种表态，以前是极其罕见的。长期以来， UFO 议题在主流场合往往被避而不谈或一笑置之。如今，一位议员公开支持深入调查，还半信半疑地承认，也许外星人真的存在，可谓风向批变。而让他改变态度的导火索，就是戴维斯博士那石破天惊的简报内容。那么，这4种所谓的外星种族究竟是什么来头？为何连国会议员私下都早有耳闻？接下来，我们不妨深入了解一下这4类传说中的他种智慧生物，以及围绕他们的种种传闻与事实。首先登场的是灰人 Grace。 灰人可谓现代科幻和 UFO 传说中最广为人知的形象。身材矮小瘦弱，身高大约1米到1.2米左右，皮肤光滑呈灰白色，几乎没有毛发，头颅比例偏大，额头高耸。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对黑色的巨型杏仁状眼睛，占据了面部很大部分，黑眼珠毫无反光，仿佛深不见底。相较之下，他们的鼻子只是一对小孔，耳朵几乎不可见，嘴巴也很细小，据说很少张开说话，因为他们被认为主要靠心电感应沟通。这种经典外星人的形象，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深植人心。著名的希尔绑架事件便是开端之一。1961年，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贝蒂
和巴尼希尔夫妇声称在深夜驾车时遭遇 UFO， 后来被外星人绑架。在随后的回忆与催眠回述中，夫妇俩异口同声描述了施暴者的样貌：一群矮小的人形生物，皮肤灰白光滑，眼睛巨大漆黑，没有明显的鼻耳等人类五官。希尔夫妇的故事传开后，引发广泛关注。灰人这个概念从此出现在大众文化中。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之后几十年里，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 UFO 目击与诱拐报告中，都反复出现与希尔夫妇描述几乎一致的灰人形象。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代，但目击者画出的素描却惊人的相似。同样瘦小的灰皮肤，身影同样大的黑眼睛，这种一致性让人不寒而栗。许多被绑架经历者，俗称诱拐案的当事人，还提到灰人冷冷地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与实验，使用奇特的器械但几乎不留伤痕。他们被置于手术床上无法动弹，只能瞪视着对方巨大的黑眼。灰人给人的感觉是高度理性却缺乏情感，仿佛对我们只怀有科学家对实验对象般的冷漠好奇。有人推测灰人可能是某种高度进化但退化了情感的智慧种族，也有人怀疑他们其实并非真正的生物，而是由更高等存在制造出的生化机器人或基因克隆体，专门负责执行诱拐试验等任务。更有甚者，有阴谋论称灰人其实和我们人类有渊源，比如来自遥远未来的人类后代，因环境变迁和基因改造而变成了这副模样，穿越时空回到现在进行研究。不管真相如何，灰人无疑是所有外星人叙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角色。从罗斯威尔传闻中的坠毁飞碟驾驶员，到各种电影漫画中的小灰人形象，几乎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接下来是与灰人截然不同的北欧人 Nordics。 如果说灰人给人以怪异甚至惊骇之感，北欧人带来的却是一种诡异的熟悉与超凡并存的感受。据目击者描述，北欧人外表与人类极为相似，他们通常身材高挑匀称，男性女性都有，但整体形象近似斯堪的纳维亚人种，拥有一头金色或浅色的头发，碧蓝或淡色的眼睛，皮肤白皙。有时他们也被称作高等白种人或高白种外星人。然而他们的美丽中带着一丝让人说不出的怪异五官，太过完美对称，表情举止过于冷静平和，少了人类的烟火气。许多报告称北欧人穿着贴身的制服般衣物，气质温和而高贵。一些与北欧人接触的案例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所谓接触者浪潮中，那时不少人声称与来自外星的高等生物见过面，甚至交谈。其中最知名的一些接触者，如美国的亚当斯基，就描述了貌似金星或土星来客的高个金发外星人，声称他们给人类带来了警示与讯息。许多这类北欧型外星人都自称来自昴宿星团 Pleiades 或其他遥远星系，他们不靠言语，而是透过心灵感应和人交谈，会在人的脑海里直接传达图像和概念。令人玩味的是，北欧人往往表现出对人类前途的关切，比如警告我们核武的危险、环境的恶化，劝导人类走向和平。然而他们的关爱有时又显得疏离，而程式化仿佛这种情感并非发自内心，而更像是一种模仿或外交辞令。有人怀疑北欧人的温和友善或许只是一副面具，他们真正的想法我们难以揣测。毕竟如果他们真那样善意强大，为何数十年来未见他们公开伸出援手制止战争或灾难？也许他们遵循某种不干涉原则，只在暗中观察并偶尔指引，我们不得而知。有趣的是，关于北欧类外星人的传说常让人联想到地球上古老的神话。许多欧洲传说中的精灵、光之天使，甚至远古印度的众神，都被一些阴谋论者拿来与北欧外星人类比。这类说法认为，所谓神奇可能就是高等外星访客。古人将其美丽的外貌和飞天能力视作神迹。当然，这只是引人入胜的猜想。比较实际的证词是来自近代加拿大前国防部长保罗·赫利尔，在退休后的2014年间就公开表示，他相信外星人早已来访，其中有一些就长得跟我们一模一样，走在街上你绝对认不出。
赫利尔甚至具体指出，至少有4种外星智慧生物在造访地球。当时听来惊世骇俗，如今对照戴维斯博士的简报，不禁令人背脊发凉。他透露，其中有外貌类人的种族曾多次试图与人类沟通，表达善意。这些发言最初被许多人视为无稽之谈，但如今看来，赫利尔也许并非信口开河。事实上，坊间还流传着更劲爆的传闻，例如一个久盛不衰的都市传说称，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曾秘密会见一群外星来客，据称其中就包括容貌似人类的金发外星代表。据说那些北欧人提出条件，要人类放弃核武器，走和平道路，他们愿协助我们进化，但由于冷战等因素，美方没有接受这交易。当然，这类传言无法证实，却耐人寻味地契合北欧人关心人类未来的传说。如果这些北欧外星人真实存在，他们究竟是人类的守护者，还是另有目的的观察员？这仍是个谜。第3种是许多人从未听说过的螳螂人 Mantids， 也称昆虫型外星人。这类生物的形象让人不寒而栗，高大瘦长的身躯，富有坚硬外骨骼，拥有多节关节的四肢，有些报告甚至提到长着额外的一对臂膀，头部酷似放大版的螳螂或昆虫，长有大型复眼，有时头顶还生着一对细长的触角，口部不是人类的嘴，而更像昆虫的颚和触肢，发出咔嚓咔嚓的摩擦声。光凭想象这幅画面都让人头皮发麻。然而，在不少诱拐经历者的回忆中，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昆虫生物身影。螳螂人往往被描述的极高，通常有2公尺以上，体态削瘦，但动作敏捷。它们移动时会发出骨节摩擦的轻微声响，有时伴随一种奇特的哒哒声，仿佛节肢动物快速磨动肢体的声音。一些目击者提到，螳螂人的复眼让人完全无法窥探其情绪或意图，那双巨大又冰冷的复眼只映照出你的倒影，仿佛死水般没有波澜。有被绑架者回忆，螳螂人会发出一种嘎吱嘎吱的奇怪声响，直接响在脑海中。它也许并非透过声带发音，而是以某种心灵方式让你听见那些昆虫般的叽叽声，仿佛对你的精神进行干涉。更令人不安的是，不少案例显示，螳螂类生物常与灰人一同出现。许多受害者在 UFO 诱拐情境中，最先看见的是几个灰人靠近，麻醉，搬运了自己，但在后续的手术或检查过程中，房间角落里却站着一个高大的螳螂生物，静静观察着一切。灰人忙碌地操作仪器时，那螳螂式的存在仿佛医师或主管，一动不动地以俯视众生的姿态凝视着受试者。等灰人完成任务后，螳螂人可能会俯下身，用他那近似三角形的怪异头颅凑近人体端详片刻，然后发出几声难懂的咯咯声，接着一切就结束了。受试者失去意识，再醒来已被丢回原地。为何螳螂人总是居于领导者或科研主管的位置？这引起许多猜测。也许在某些外星势力中，螳螂人是阶级更高的智慧，灰人则像他们的助手或仆从。由于螳螂类生物极少与人直接交流，他们的动机更加扑朔迷离。有理论认为，螳螂人来自另一个遥远星系的古老种族，科技和智慧都远超我们，但情感和价值观完全不同。他们视我们如研究物件，不带恶意也无善意，只是冷峻地按计划行事。另外还有一些惊人的假说，比如螳螂类其实可能是地球远古的原生种族演化而来。地质史上曾经出现过巨型昆虫，在数亿年前称霸一时。如果其中某只演化出了高智慧，或许它们躲藏于地底或深海，等待着重新出现在地表。这听起来近乎荒诞，但耐不住有人喜欢提出各种可能。不管怎样，螳螂人是4类外星种族中最神秘的一支，关于他们的直接资料最少，但从美国到中国，从80年代到近年，都有声称遇见巨大昆虫人形的报告。这些分散各地的证言，有些来自受催眠挖掘记忆的诱拐者，有些甚至是独立目击的 UFO 事件证人。一位英国作家曾记录过自己的离奇经历，他在自家卧室中醒来时，惊恐地发现角落站着一个3米高的黑色螳螂怪物，那生物注视他片刻后消失无踪。从此他深信不疑，自己目睹了跨维度的智慧生物，
还有青少年在郊区农场附近看到巨大螳螂从飞碟走出的案例。这些叙述听起来如噩梦一般，但许多细节竟彼此呼应。甚至早在现代 UFO 热潮以前，1902年的经典科幻短片《月球之旅》中就出现了虫族外星人的想象。也许在人类潜意识中早已对这种昆虫智慧有所预感，只是没想到现实中的描述比艺术创作更加惊悚真实。最后一种是最具争议也最富阴谋色彩的爬行类人 Reptilians。 这类传说中的外星生物被描绘为半人半爬行动物的模样，身高与人类相仿甚至更高壮，全身覆盖着类似蜥蜴或蛇的鳞片皮肤，触感像湿冷的蛇皮或鳄鱼皮，脸部也带有蜥蜴般的特征，双眼长在头的两侧，瞳孔是竖直的裂隙状，能独立放大缩小。有报告形容一些蜥蜴人鼻子扁平，嘴宽且满布尖牙，甚至舌头细长分叉，就像蛇信一般探出。而更多时候，爬行类人被描述为戴着头罩或盔甲，看不清真容，只露出一双冰冷的眼睛，直盯着你。有人声称闻到过他们身上散发出一种潮湿腐液与金属味混杂的气息，令人作呕。乍看之下，爬行类人的形象和中世纪传奇中的龙人、蛇魔颇为相似。事实上，在各地神话中确有许多人身蛇首或人首蛇身的怪物形象，例如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女娲、印度教中的拿迦、美洲原住民的羽蛇神，甚至非洲部落神话里的蜥蜴神等等。一些阴谋论者据此提出，大众神话并非空穴来风，或许自古以来真的有某种爬行智慧种族，暗中与人类互动，才留下这些文化印记。当然，最广为人知的爬行类外星人理论还是来自英国作家大卫·艾克的主张。艾克在20世纪末掀起轩然大波的宣称，有一群能隐身伪装成人形的蜥蜴人，长期以来混迹在各国权力核心，操纵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他声称，包括某些国家元首、王室成员、财阀巨头在内的精英，实际上是披着人皮的外星蜥蜴人。他们擅长变形术，平时看似普通人，关起门来则会露出真身。这套理论听起来像极了荒诞小说，但在全球居然吸引了不少信徒。许多人开始拿放大镜检视新闻视频，妄图从领导人瞳孔一闪而过的奇异反光中印证爬虫人变形失误的证据。互联网各种声称拍到名人眼睛变成蛇瞳的片段层出不穷，大多被证明是影片压缩或光线问题造成的幻象，但这更助长了传言的魔力。过去，爬行类人传说一直被视为最疯狂的阴谋论之一，然而现在，它却被戴维斯博士郑重地列入4种可能存在的外星生命类别之一，这怎能不令人瞠目？难道一些原本被当成笑谈的东西，其实暗含某些真实元素？据部分接触案例的描述，蜥蜴人往往高大强壮且带有攻击性。有诱拐事件，受害者惊恐地记述了自己被按倒时瞥见一张爬行类的脸庞。但也有说法认为，蜥蜴人平时并不轻易现身，一般人看到的 UFO 多是灰人或小型机器人。如果真的看见蜥蜴人，可能意味着遇上了更高级别的事件。有一个在阴谋论圈子里流传甚广的故事，据称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杜尔西地下有一座秘密基地，人类科学家与灰人、蜥蜴人共同在那里从事实验，直到某次因沟通不和爆发了地下战争，导致人员伤亡，最后基地被关闭。消息人士将此称为杜尔西事件。这故事无从证实，但在 UFO 爱好者眼中，灰人、蜥蜴人似乎代表着对人类不怀好意的两股外星势力。灰人像冷酷技术员，蜥蜴人则像阴险的掌权者，而与之相对，北欧人则被浪漫地视为试图帮助我们的光明盟友。如此一来，地球仿佛成了多方势力角力的场域。这当然只是坊间的脑洞推测，官方从未证实半分。然而，当如今连五角大厦前科学顾问都点头默许地把 Reptilians 纳入清单，那过去种种听来疯狂的理论是否也该重新审视呢？纵观这4种外星族群的传闻，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共通点，他们居然全是人形生物。无论灰人、北欧人、螳螂人还是蜥蜴人，
描述中都有头有臂，有躯干、四肢，直立行走，顶多就是外貌特征上或美或丑，或奇特或恐怖，但结构上都像人，这难免引人深思。若这些描述属实，为何不同星球或维度的智慧生命外形都与人如此相近？是我们受制于自身认知，把任何未知都看成人形吗？还是说，所谓的外星人其实跟我们有着某种共同的起源？有天文生物学家提出过趋同演化的概念，也许四肢直立是智慧生命发展科技的最佳体型，所以宇宙中演化出文明的生物多半形似人类。但也有科学家反驳，指出不同环境应该造就千奇百怪的生命形式，人形未必是唯一答案。因此，另一种猜想浮现，会不会这些所谓外星种族根本不是来自遥远星球，而是起源于同一个地方？比如，有理论认为远古时代某超文明向各星球播撒了相似的生命种子，因此孕育出的智慧生物大体类似。我们人类、灰人、北欧人等等，可能都是这播种计划的不同分支，彼此在宇宙中发展，直到有天再度相遇。乍听玄乎，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这与一些创世神话中众神造人于大地，各有不同肤色种族的说法有些呼应。不过话说回来，以上都是脑洞式的推论。目前我们唯一较确定的是，倘若戴维斯博士所言真确，那至少有4种非人类智慧生命与地球有所交集。他列出的4类，也许只是政府知情的冰山一角。曾有美国退役军人，如克利福德·斯通上士，声称军方文件记载的外星物种多达50几种，远超4种的范围。但也有人解释，可能各种名称里其实存在交叉重复，比如灰人有高有矮，北欧人也叫高白种，有些分类法把它们拆成更多类。无论如何，4种可以理解为目前最常与人类互动、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类型。灰人最多，人目击，北欧人次之，蜥蜴人和螳螂人虽然稀少，但在某些圈子广为流传。这4者的故事拼凑起来，勾勒出一个极为奇幻的图景。人类可能正置身于一个多物种环伺的宇宙舞台，而我们此前浑然不知自己周围坐着哪些观众，甚至潜在的干预者。现实中，为何这些资讯如今才浮出水面，让我们把焦点拉回最近的现实世界？其实，在戴维斯惊人发言的前一年，外星人议题就已开始在美国政坛渐渐解禁。2023年7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公开听证会，3位具有军方或情报背景的证人受邀作证，其中就包括前空军情报官员大卫·格拉许。格拉许在听证会上正色宣称，美国政府和军方常年隐瞒了一些与 UFO 相关的秘密项目，包括回收了非人类载具的残骸，甚至找到了非人类的生物遗骸。这个爆炸性证词一时间震惊了舆论，这可是有可信资历的人，公开说政府藏了飞碟和外星生命。格拉许声称他本人没有直接见过外星人，但接触过大量高层知情者和机密文件，确信此事千真万确。然而，由于涉及机密，他只能在非公开场合向议员们细说详情。尽管如此，他已经成为近代首位在美国国会上承认我们并不孤单的吹哨人。这场听证会之后， UAP 议题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地位发生了改变。长期蒙在嘲笑阴影下的 UFO 话题开始获得难得的严肃对待。随后，国会议员们成立了跨党派的 UAP 小组或非正式研究团队，试图追查更多内情。格拉许本人甚至被伯利森议员聘为顾问，帮助梳理情报界的脉络，每周和国会团队开会，提供建议。另一边，越来越多来自军方与政府的人士挺身而出，提供线索。比如一些海军战斗机飞行员现身，讲述他们在高空遇到神秘飞行物的经历。雷达操作员描述雷达荧幕上经常出现难以解释的空中靶标，甚至有国防承包商的内部人士暗示，私人公司可能保存着来自50年代的未知材料。面对扑朔迷离的种种消息，美国国防部也成立了官方的跨领域 UAP 调查办公室 AARO， 由专家审视近年的军方目击报告。表面上，官方依旧相当谨慎保守。例如 AARO 负责人寇克派屈克博士在2023年对参议院表示，
尚无确凿证据显示任何 UAP 与外星起源有关。然而，另一边厢，国会私下听闻到的传言却远比公开报告惊人得多，这形成了微妙的反差。到底是某些爆料者言过其实，还是官方还在隐瞒？真相扑朔迷离，但显然越来越多重量级人物相信事出有因，愿意投入精力挖掘。于是2025年5月的这场简报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了。在那之前，国会原本打算于2024年底再举行大型公开听证，但由于证人安排等因素一再延后。期间，许多关键人物选择在非公开的机密简报中先向议员们披露部分内容。戴维斯博士的4种外星人说明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出现的，可以说它是多年谣传与私密证词的首次半公开化，以往只有在阴谋论论坛上才听得到的名词。这一天，透过一位有权威的科学家之口出现在国会记录中。当然，这场简报并未对外直播，相关影音片段主要由与会者事后转述，媒体侧写才曝光。但既然消息已经传开，压都压不住，引爆媒体关注也就在情理之中。无论如何，伯利森等国会议员已明言，接下来他们将极力推动更多公众听证，甚至可能传唤那些深藏幕后的知情人上台作证。他们的目标是直接问出我们是否掌握外星科技，是否存有外星生命证据等问题，并要求在镜头前得到明确答复。然而，推动这些揭露并非易事，听证计划的档期几经更改，有时候传出某位关键证人临阵退缩，不愿公开作证，因为一旦宣誓作证，可能要冒法律风险或职业生涯毁灭的代价。还有消息说，许多吹哨人其实背负压力，他们可能失去退休金，遭受同侪排挤，甚至有人担心自己的安全。数十年来， UFO 圈子内部的内斗和分歧也让国会议员感到头疼。伯利森就抱怨说，他感觉有些 UFO 研究者彼此攻击，像乌合之众，让外界更难相信他们的主张。因此，他宁愿自己保持中立客观，逐步搜集政府内部的可靠资料，免得被民间琐碎争议分散了注意力。随着政治风向转变，白宫方面似乎也在悄然关注此事。伯利森暗示，现任政府对 UAP 情报透明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开放，他已向白宫提出一些解密建议，并获得积极回应。甚至前总统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都多次公开表示对 UFO 话题有兴趣，扬言若有机会一定逼政府公开真相。看来，揭开外星之谜开始成为某种政治话题，被摆上台面讨论。但是在我们期待官方给出更多证据之前，理性的怀疑仍然必要。这一切会不会只是空穴来风的奇谈？毕竟，目前为止，我们获得的仍多是证言、二手报告，而缺乏实锤般的直接证据。许多科学家和理性人士依然抱持怀疑，如果外星智慧早就来了，我们怎可能没有一张清晰的照片，一件无可争议的实物？难道政府真能隐瞒如此庞大的秘密数十载？更令人困惑的是，上述4种外星人都太类人了，这与随机演化的观点不符。当有人提出这点时，支持者往往举出另一个可能，或许他们并非真的来自遥远星球，而是来自我们尚未理解的领域。例如，有观点认为，所谓外星访客其实是来自平行空间或更高维度，他们并不是乘坐普通飞船长途跋涉，而是能在维度间穿行，凭空出现在我们世界，再消失于无形。这解释了为何 UFO 常常瞬间消失，为何诱拐事件中有人说外星人能带着他穿墙而过。如果真是如此，那称他们为外星其实并不恰当，因为他们可能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只是大部分时候处于我们感知不到的状态。此外，诱拐案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元素是心灵感应和意识交流。受试者描述他们无法动弹时，脑中会直接浮现外星存在传递的讯息或情绪，仿佛对方直击心灵。这让一些研究者想到量子物理中关于意识与物质的前沿理论。如果宇宙有更高维的空间，意识可能就在那里发挥作用。像灰人、北欧人这样的种族或许掌握了我们尚未理解的心灵科技，可以穿越维度，以意念影响我们。甚至 UFO 与人类意识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有议员透露，
他遇到有人声称能用冥想召唤 UFO 出现，虽然当场未成功，但这类主张出现的频率引人注意。或许外星智慧的载具并非纯粹机械，而糅合了心智和物理的技术，远超我们现代科学的框架。无论真相为何，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些外星种族真实存在，那政府长期保持秘而不宣，绝非无因。常见的推测是，公布真相可能引发社会恐慌。例如1938年，美国仅因电台播送了模拟外星入侵的节目，就导致民众恐慌四起。如果换作政府官员站出来说，确有外星高等生物在我们头顶活动，大众会作何反应？在冷战年代，政府更担心的是，万一消息造成宗教信仰崩溃，社会秩序混乱，那代价不可承受。此外，还有更现实的顾虑，科技与军事上的竞赛。假如美国真从 UFO 残骸中获得了某些先进技术，那这无疑是最高机密，公布等于拱手让出优势。如果没有获得技术，那公开承认外星存在哪些种族，反而可能让敌对国家趁乱利用民众恐惧或分化美国内部意见。于是，保密成了历届政府对 UFO 议题的不二法门。然而，伴随时间推移，真相终究难永远尘封。尤其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各种小道消息在全球迅速传播。再者，新一代民众的思想也较为开放。近年来民调显示，多数人相信外星生命存在于宇宙中，不少人甚至相信地球已被造访。当科学界不断在太空中发现宜居行星、听闻奇异的快速射电暴等现象时，大众其实渐渐接受我们并不孤单这种观念。因此，如果官方现在坦诚有发现外星智慧的迹象，社会震撼固然巨大，但未必完全无法承受。与此同时，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外星人为何自己不公开现身？若真有多个种族在造访地球，他们为什么不干脆降落在联合国广场，用行动宣布他们的存在？关于这点，也有各种猜测。一种说法是，他们遵循一套太空文明的星际法则，禁止对未发展文明直接干预，等同于把我们地球当成一个保护区或实验观察对象，不到时候不揭牌。另一种可能更令人不安，也许各外星势力之间也有明争暗斗，彼此陷入某种僵持平衡，都不想打破规则，担心在地球问题上引爆冲突，所以干脆谁也不公开，继续在暗处推动自己的议程。甚至阴谋论者会说，也许人类政府早就被某一派外星势力绑架或合作，所以消息才封锁至今。当然，这些都没有确证，只是试图解释长期隐瞒的种种揣测。如今，简报会的惊人内容已经传开，无数普通民众开始重新审视 UFO 话题的严肃性。我们正处在一个可能临近真相揭晓的十字路口。如果更多确凿证据浮出，例如政府真的公布一张外星飞船的清晰照片，一段无法造假的雷达数据，甚至某天让我们看到真实的外星生物遗体，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想象一下，确认了外星多种智慧生命存在的那一刻，人类会如何自我定位？我们过去几千年习惯了以为自己是地球的主宰，可能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高智生物，但一旦有多个比我们更先进的邻居被证实存在，我们或许要大大调整心态。我们只是茫茫众生之一，并不特别。在这过程中，有人可能会感到恐惧不安，质疑宗教信仰该如何安放，也有人会无比兴奋，因为这意味着人类有机会迈向星际文明的行列。我们或许能从他们那里学习医疗和能源科技，解决疾病与环境问题，但也可能面临安全隐忧。万一某些种族并非善意，我们能否自保？多年前的科幻作品早已预言了这种处境，只是当真的临近时，依然充满未知。还记得以色列太空计划前负责人埃谢德的惊人之语吗？他在访谈中说，外星存在觉得人类还没做好准备，所以才隐而不现。如果这是真的，那接下来的难题就是，我们要如何快速做好准备，迎接可能到来的真相时刻？是一点点试探公布，还是有天对方不再等待直接降临？无论哪种，人类社会都将经历巨大的冲击和转变。回到戴维斯博士点出的那4种外星种族本身，我们不妨脑补一个场景：假如未来某天，人类有机会
与他们坐在同一张会议桌前，这将是何等奇观！我们对面可能坐着一位优雅沉着的北欧人代表，用深邃眼神注视我们，旁边站着矮小的灰人科技官，用心电感应参与讨论。另一侧或许是高大的螳螂人专家，静默不语地录资料，而会场阴影处隐约可见一位披斗篷的蜥蜴人保守派，冷冷观察着全场。我们人类代表将满头大汗，努力倾听翻译器传来的外星语言。这一切想象现在看似天马行空，但也许用不了太久，科幻会成为现实。20年前，谁能料到美国国会正式场合会讨论蜥蜴人？20年后，是不是有可能真的与外星智慧签订协议，共同制定太空规范？我们正在亲眼见证历史的开端。总而言之，今年美国这场 UAP 简报会堪称揭开帷幕的一声惊雷，它让世人首次窥见官方密文的一角。原来在传闻与玩笑背后，或许真的隐藏着人类未解的巨大真相。4种外星种族的存在与否，势必要经过更多证据来检验。但无论如何，这事件已标志着态度的转变。连国会记录都留下了灰人、北欧人、螳螂人、爬行类的名字，说明讨论外星生命不再是禁忌话题。我们正走向一个信息逐渐开放的时代，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更多惊人的内幕将陆续浮现。想象一下，当正式承认外星智慧存在的公告发布，人类将迈入新的纪元。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将从望远镜里的猜测变成会议桌上的对话。然而，在兴奋之余，我们也需谨记自身的渺小与不足。如果外星邻居真的遍布星辰，地球文明该以什么姿态自处？会不会如同过去地理大发现时期，美洲土著面对欧洲航海者一场文明冲突在所难免？还是更乐观的，如科幻大片《星际联盟》那样，各种族和平交流，组建银河共同体？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现在起慎重思考，积极准备。最后，当你我夜晚仰望星空中那无数闪烁光点时，不妨多一分联想。也许在那些遥远星系，真的有人在凝视我们的太阳，讨论着第3行星上的智慧生物。又或许他们早已来过这儿，正隐身于我们之中，静观其变。千百年来，人类自问，我们孤单吗？如今看来，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我们从未孤单，只是不曾真正相遇。一场真正的相遇或许正在逼近，我们究竟准备好了没有？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面对的最大考验与最大机遇。也许再过若干年回头看，我们会将2025年前后视作转折点，从那时开始，真相的面纱一层层揭开，人类逐渐走出蒙昧，迎向壮阔星海中的万千邻居。未来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以开放的心态追寻真相，同时不忘秉持理性与勇气。因为不论灰人也好，北欧人也罢，螳螂人也好，蜥蜴人也罢，他们的故事终将和我们人类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写下地球未来的新篇章。准备迎接这未知而宏大的篇章吧，它也许比任何科幻都更加精彩。